这几年你会发现路上的八哥好像变得很多，但是我们常见的麻雀却好像越来越少了。这原本是我们很熟悉的鸟类，这几年慢慢的减少，特别在台湾北部的地区的城市，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麻雀族群的下降。根据台湾繁殖鸟大调查的数据显示，你可以看一下后面这张图，麻雀在北部的数量正在逐年减少中。虽然在整体数量的调查上，麻雀数量还是很多，但是随着外来种的入侵，例如白尾八哥或是家八哥，对于相关这些八哥的知识，你可以看上一篇的影片，你可以点右上角去看一下。这些聪明的鸟类逐渐的进入到我们的土地中，造成了麻雀的减少。相对外来种的八哥，麻雀体型比较小，竞争力又比较低，像八哥可以在很奇怪的地方筑巢，麻雀却不行，所以造成了麻雀的数量大幅的下降。这种原来在你生活中的可爱的小物种也逐渐的减少中。但是你了解这个很常见又很可爱的物种吗？我们来谈谈这个很萌又很可爱的品种的鸟类——麻雀。麻雀我们台语叫它触角鸟啊，这是在我们身边最普遍的鸟种之一。这台语触角就是房子周边的意思，这意思就是在我们居家周围附近所生活的鸟类。麻雀虽然都在我们的身边，一直以来你都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台湾才有麻雀呢？其实并不是，麻雀并不只有台湾有而已，广泛分布在欧洲大陆、欧洲、中亚、东南亚、东亚的一种小型鸟类。由于麻雀的分布广泛，所以随着分布地点的不同，麻雀也演化出少许的差异。科学家将这些少许的不同地点所产生出来的差异，因为环境所产生的变化的麻雀分为8个亚种，每一种麻雀有着小小不同的变化。后面这几张图都是不同产区的麻雀，你看得出来有什么差别吗？在台湾的麻雀跟日本、南韩在分类学上都属于同一种品种。还记得有一年，有一只麻雀不小心到了地球的另外一端，南美洲的澳洲，引起了澳洲赏鸟的大轰动。由于麻雀在澳洲是没有自然分布的，所以在当地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可爱的鸟类，也造成澳洲的赏鸟界的大轰动，甚至因此上了新闻报纸的版面，大幅的报道。不过有许多人猜测，这只麻雀可能是由台湾过去的哦，可能随着货物一路的漂移到了澳洲。让我们对这个可爱的品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。第一个介绍，麻雀可以活多久呢？这种小型又可爱的鸟类到底可以活多久呢？麻雀在野外可以存活的时间相对于比较短一些，大约在1到3年左右。因为在野外环境多变，不一定有充足的食物，并且充满着不同的天敌跟疾病，例如白尾八哥、城市游侠的凤头苍鹰、蛇类，或者是流浪的猫只，都是重要的天敌之一。并且在农地中还有农药的毒害，都会造成相关性的死亡。所以麻雀在野外相对于存活率会比较低一些，寿命会比较短一些。如果在人工饲养状况下，麻雀大概可以活到10年左右的时间。所以在人工繁殖的环境状况下，可能是野外3倍以上的寿命。当然野外比较自由，但相对而言也比较危险。麻雀的洗澡，你有看过麻雀洗澡吗？其实麻雀会利用沙土来做洗澡，有一个小洞，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会在那个洞里头滚来滚去的。你可以看后面的影片，就是麻雀利用沙土来做洗澡。有人形容这像是一个麻薯沾上糖粉一样，超级可爱。如果有机会去沙地的时候，你可以仔细观察到，如果沙土上有一个坑的话，都有可能是麻雀用来洗澡的坑洞。那为什么鸟类会利用沙来做洗澡呢？其实鸟利用沙来洗澡不只有麻雀会，很多文雀科的鸟类都会。这些鸟类会利用沙将身上的寄生虫或细菌相对的清除掉，有助于它的健康。当然麻雀比较好观察到，所以大部分观察到的都是麻雀。麻雀会咬舌自尽吗？还记得小时候家人都会说麻雀没办法饲养，
因为麻雀会咬舌自尽而死亡。而麻雀真的会咬舌自尽吗？其实不是的。麻雀因为野性比较强，比较容易受惊吓，当被捕捉的时候，你放入笼内的时候，常常因为紧张而会撞击到鸟笼，也造成麻雀的出血或者是受伤。因为嘴巴的受伤或者是内出血，看起来就像咬舌自尽一样。不过如果有许多人捡到小时候的麻雀幼鸟，从小养到大的时候，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麻雀其实不会咬舌自尽的，你看到的都是受伤或出血的状态。除了一般麻雀之外，台湾还有一种很稀有的麻雀，台湾山麻雀。山麻雀是一种分布在台湾非常稀有的留鸟，主要分布在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等山区中。近几年调查的结果，台湾的山麻雀的数量可能不到1000只，算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鸟类。从字面上的意思看来，山麻雀就是在山区附近所出现的麻雀。这些麻雀的大小、颜色跟一般的麻雀都很像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脸上没有麻雀的黑斑，而且颜色比较偏红。我们看一下后面这2张照片，左边就是山麻雀，右边就是一般的麻雀。这种麻雀的消失可能就跟山区的破坏比较有关系。随着人类对山区使用农药，或是砍伐森林，或是大量的种植果树，对于山麻雀的数量则大幅减少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种山麻雀会利用电线杆来当巢，所以在保育上，很多保育人士会采用人工巢的方式，增加繁殖成功率。由于数量稀少，这种稀有的山麻雀在台湾2008年的时候也被列为保育类野生动物之一。希望在保育下能让山麻雀的数量慢慢的回升。在南区的山麻雀主要分布在高雄、屏东、台南等地区。有机会你可以去曾文水库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有告示牌跟你说这边有山麻雀的存在。好了，有关麻雀跟山麻雀的相关知识，大家有更加了解了吗？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们。我们下一次再聊聊不同的话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喽。